没有推姑姑，我不同意你们输我的血。你不就是个血包吗？管你同不同意？你还真以为自己是赢家大小姐？醒醒吧你！墨月，都怪我，要不是我得了血友病，又是特殊血型，小金也不必受这份苦。活该，勾引我不成，还敢推你！要我说，你们赢家就是收养了个玩意儿了。就连他的血，你先走！我没有勾引江墨远，更没有推赢陆威。想不到时隔100年，唤醒我的居然是这么一个小丫头。让我看看你究竟有何冤屈。子金，你就在这儿洗吧，等会儿我来接你去外滩。好的，谢谢小姑。那晚明明是小姑赢陆威，让我在酒店换洗，却一字不提。这是他未婚夫的私人房间。赢子金，你怎么在这儿？全霍城的人都知道，这个总套是我的私人住所。你故意在我这洗澡，是想勾引老子不成？不要脸的东西，现在外面都在传你是个勾引姑父的臭女人。尹子金啊，尹子金，想我赢家千年基业，皆是托老祖恩赐才到今日。你真是……所有人都说我会是预言里带赢家再创辉煌的老祖转世，可哥哥偏偏就多生了你这么个废物，害我不再是唯一的可能。妈妈，我没有。小姑，你快给我解释，那天晚上明明就是你让我去酒店洗澡的。你说话，小姑，你为什么不帮我解释？小姑，小姑，子金，你别推我呀！原来当初尹子金幼年走失，也是尹陆威的手笔。尹子金，若你愿意将身体借我，我自可以为你讨回一切，并让他们付出沉痛的代价，斩断因果。真的吗？一言为定。绝不食言。尹子金，你疯了吗？你居然敢动我！抱歉，刚醒，还以为狗要咬我呢。你是你，好狗不挡道，滚！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信不信我现在打电话把你送回孤儿院？他出去了，记得好好教训你。还是得看看这具身体到底能承载我多少灵力。这3根红线是什么东西？竟然能束缚住我庞大的灵力！妹妹，一个人晚上在这干嘛呢？要不要让哥哥们送送你，免得一个人寂寞啊？不想死的话就跑开！这身体失血过多，此刻还带血。哎，妹妹，你这是跟哥哥玩一起鼓奏呢？啊！我请你骨灰养老！我操！你个贱蹄子，给脸不要脸是吧？哟，七少，你看啊，那不是被赢家收养的小女孩吗？看来是遇到麻烦了。你不是会空手道吗？去帮一下。我？那要是待会儿被赖上了怎么办？算我的。这可是你说的。我操！这小妹妹会武。这可不是简单的会武，而是华夏视为秘籍的古物，甚至从古至今都鲜有人在他的实力之上。
我去，那不是打败天下无敌手？就这么个当宝贝供起来都来不及的，尹家居然只把它当做活体血库，真的是暴殄天物。我去认识一下。想都不用想，都知道你不是尹家派来的。都是小姐您的。就500，在护城开个酒店都不够。果然，想要谋点财，还得找点别的路子。怎么，你们也是赢家派来的？大老革命，是他多管闲事，喊我来救你。救我？下次多管闲事之前，先担心你今晚的血光之灾吧。血光之灾？小妹妹，封建迷信要不得，你不就是会点功夫？大老饶命！没事，小心点，死不了。张安楚，只给他道谢，是不是有点太欺负我了？不是说了是我让他救你的，怎么不给我也算一卦？我不过是想借机试试自己灵力剩下几成，怎么还有人恬不知耻的想白嫖我的卦？我的卦千金难求，敢耽误我发财，可不是血光之灾那么简单。人看着不得，脾气还不行。行吧，我拿一个。银质半两大钱，先前国际拍卖会上就落锤了760万的高价。这个怎么卖？这个多少钱？在这里摆摊这么久，第一次见有人看中网上批发来的破物，看来这是来了个冤大头啊！500，拿走。那这个呢？又是个在公园捡来的便宜玩意儿。哎呀，算了，2碗一起拿走。银质半两大钱，没想到今天会有这样的收获。去，把他从那个丫头手上买过来，600万。是。正好500，钱货2期。放这吧。概不退款啊！还白赚1万。等等，这位小姐，我家老爷愿意出600万买你手里这枚银钱，不知可否割爱？600万！我把这么个东西当赠品送出去了，不行，把古币还我，我不卖了！哎呀，小丫头居然敢动手！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必须把古币还我，还有赔我1万医药费，不然我告你父母去！怎么，我许久不来，连我鬼市的规矩都忘了吗？货一出手哪有反悔的道理？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以后不得进入鬼市半步。冤枉！我只是想拿回自己的东西。不用谢我，是某个怕有血光之灾的家伙让我来帮你。原来是他。这位小友，你这枚古币还愿意600万卖给我吗？当然，他现在是您的了。真是个好姑娘啊，有眼光，识货，且不贪心。老爷，你怎么了？糟了，老爷前阵子刚做了手术，现在能救他的古医传人远在帝都，这可怎么办？古医，这倒又是个熟悉的称呼。老爷，把药吃了，兴许会好一点。先让他坐下。你干什么？救人。凭你？这位小姐，不要以为我们老爷刚买了你1枚钱币，你就可以信口开河。在华夏，除了传说中的古医，没人敢说能治好我们老爷。心律失常，心前区疼痛加剧，已蔓延至右肩腹部。抽烟导致肺部有阴影，呼吸道堵塞物未完全清理。午夜至辰时是发病高峰期，刚做完手术，这个时候不该出来。
居然全说中了。银针，他怎么知道我身上有疑针？最多4枚，之前那些古一传人都是这么治疗老爷的。那你让他们来。对不起。7枚，那他岂不是比那些古一传人还要厉害？古武、血术、古医，赢家人妖艳无助就算了，我可不能让人抢了这宝贝。老爷，你没事了。多亏了这位小姐，是她救了你。真是惊人的医术，你看起来不过20岁，居然已经远超了帝都那些古医。我甚至觉得呼吸都通畅了好多了。姑娘，我这条老命啊，是你捡回来的。以后啊，只要不是作奸犯科，姑娘有什么事儿，我们一定帮你办到。那我就不客气了。恩人可以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吗？我姓赢。原来是护城4大豪门赢家千金呐。正好啊，我们也要回家了，就顺路带你一下。我们家呀也有一个小辈，和年龄啊差不多。不必了，穆老。您身体不佳，还是我来送吧。你是富家老七？哈哈，好，你们年轻人啊有共同的话题，我老头子啊就不掺和了。走吧。就这一晚上，我们碰见了2次，你说这是不是一种缘分？正式认识一下，傅云深。赢子金，今天歇了。哎呦，这不是2小姐吗？您终于舍得回家了？那个夫人说了，既然2小姐那么的任性放任自由，能够自个儿从医院回来，你也不必回家了。什么时候认错，什么时候才能进门。2小姐，咱就请回吧。你放心，我没把这当家，收拾个东西就走。2小姐这是想飞临硬闯吗？怎么，现在赢家连下人都可以命令主人吗？赢夫人是怎么教的？你没走，还好没走，不然怎么能见到虎背猫斗的奇景？我没有。我知道，强者是不屑于和某些蠢材多费口实。富家7少傅云深，古城最纨绔的公子哥，怎么会为赢家最没用的养女说话？走吧，殷小姐，这一次我亲自送你进去。大小姐服软了？夫人，怎么没服软？7少这么晚来赢家，是有什么事吗？没事，路上碰到尹小姐，不放心她一个人，就送她回来了。但不来不知道，原来赢家还有以下犯上苛待养女的事情。怎么回事？啊，7少怕是误会了，子静也是我的女儿，我怎么忍心让她受苦呢？哦，那就希望赢夫人说到做到了，别让某些胆大的下人坏了您慈爱的好名声，更别让我出手替你教育下人。这是我的名片，有空随时找我。尹子金，我看你真是无药可救。
先是一声不吭的离开医院，现在又和傅云深这个纨绔搞在一起。你知不知道你姑姑被你害得磕破了头，连演奏会都要推迟了？你什么眼神啊？你什么眼神啊？原来这锋利凌厉的3根红线是原主对人家的执念，但只要他们每让原主失望一次，这红线便会断绝，而待红线全部消失，便是我灵力恢复，进天道之时。也罢，一巴掌换一因果，倒是不亏。钟曼华，你还有2次机会。殷子锦，我真搞不明白了，同样都是姑姑教的，小轩都可以给姑姑的演奏会做热场了，而你呢，2只老虎都谈不明白。就赢陆威那水平，也好意思说我谈不明白？我看你们也该去洗洗耳。你，嫂子，既然小金都这么说了，不如就让他和小轩一起给我的演奏会助演，展示之余呢，也算是帮我减轻了压力，将功赎罪。我说怎么浑身那么痒呢？原来是有些人小心眼太多，我密集恐惧症犯。怎么？难道不是你自己说，就小姑的水平还不配教你，现在不敢应邀了？是啊，陆威可是预言中的老祖转世，你说他不配，我倒要看看你能弹出什么玩意儿来。最新消息，新锐钢琴家尹路威将在他的演奏会上挑战弹奏薇拉霍尔的高难度名曲《日与月》。薇拉霍尔不过是我几百年前诸多应用之一，而日与月更是我所有创作中最简单的艺术。他们说你还真是好笑。听说你要在赢路威的演奏会上出场，这是什么？传说级钢琴家薇拉霍尔的曲《日与月》，也是赢鲁威在此次演奏会上的压轴曲。可惜在网上能找到的曲谱都有些残缺，我试着补了几个音，或许有不对的地方。没什么错的，甚至与我原版分毫不差。而他也是第一个在音乐上与我思路相通的人。可你为什么总是帮我？或是说你在多管闲事？什么叫多管闲事？我这是很乐意介入你的生活，很有趣，不是吗？该死的薇拉霍尔，留下这么难的曲子，这日与月我都练了多久？怎么现在还是这个鬼样子？姑姑，你急什么？你可是预言里会带我们赢家重新走上巅峰的老祖啊，自有大气运在身，定能化险为夷。更何况，在你面前热场的可是尹子金，就他那个水平，是衬托你我最好的小丑。你们都听说没？赢家那个假千金尹子金今天也要上台热场。尹子金，就那个勾引小姑未婚夫不成，还将人推倒的那个恶毒养女。败坏门风的丢人玩意儿！等等，你们看，我觉得那该不会就是穆赫清醒？帝都穆家家主、华夏艺术协会会长都来参加陆薇小姐的演奏会了，大新闻啊！妈，想必是来看陆薇和月轩的，咱去打个招呼吧。走。穆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参加小女的演奏会。我是陆薇的母亲，我是陆薇的嫂嫂，尹月轩的母亲。原来是尹小姐的母亲和祖母啊！感谢二位培养了如此优秀的千金，才让我捡回一条老命。以后啊，尹家要是有什么困难呢，随时可以到穆家找我。这孩子也真是的，什么都不跟我们说，连这种好孩子。想来这便是陆薇带给我们的机缘。我的宝贝女儿，果真是那老祖转世。估计啊，尹小姐不说，也是怕你们担心吧。穆先生说的是，这孩子呀，从小乖巧懂事，不论读书还是练琴，从没让我们操心过。还在我最灰暗的时候，挽救了我和振廷的爱情。当年
紫金莫名丢失，婆母丈夫都怪我看管不力，苛责我，冷落我，直到老婆，孩子回来了，将小轩领了回来，这才填补上我心中紫金的裂痕。就连丈夫对我的态度也变得温和了许多，不再提与我离婚的事。所以啊，小轩是我们家的福星，也是我中漫画最爱的女儿。如此的优秀，待会儿的演出啊，一定格外的精彩。钱。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宁家千金宁月轩小姐为我们带来钢琴名曲《舟》。看见没？那钢琴可是只有世界几个著名音乐厅才有，保守估价都要300万。陆薇小姐也真大方，把自己的琴借给侄女演奏，不愧是豪门真米媛，人美心善。真不错，就连她教出的小轩小姐都这么优秀。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前来参加陆薇姑姑的演奏会，但今天不止我一个人为姑姑热场，还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我的妹妹尹子姬。她和我一样师从陆薇姑姑，稍后还请大家给她一个展示的机会。完了，我的耳朵要遭罪了。唉，忍忍吧，等会儿陆薇小姐就会演奏薇拉霍尔的名曲《日与月》，到时候我们再好好洗洗耳朵。该死，尹子金怎么偏偏要在今天给我丢人？不行，我可不能让他败坏了穆家的好感。把子金的礼服剪了。子金小姐不好了，您的礼服被人剪了。没有其他备用礼？有，但都在陆薇小姐的化妆室里。但我刚刚去找过了，里面没人。没事儿，那就这样去吧。穿着浴袍，我看妹妹还是别出去丢人了。我刚才亲眼看到妈妈派人把你的礼服毁了，这摆明是不想让你上台。妹妹，你可得好好感激妈妈呀，用心良苦给你找了个借口，好保住你所剩无几的颜面。所以破坏礼服这事，还是我亲妈做的。就为了他那可笑的面子，一次又一次的挖去我仅有的尊严，背刺我的期待。龙王又断了一根，这个我不需要。尹子姬啊，尹子姬，就算你是钟曼华的亲女儿又怎么样？她宝贝了我20多年，往后也只会爱我一个。我会让你知道。如今的尹家可容不下你。抱歉，小姐，你现在的穿着不能上台。怎么？你弹琴是拿布料弹的呀？哦，不是的，小姐，实在是今天的宾客观众太多了，为了您的声誉，还是取消演出。不如你求求我，我就拜托小姑开门，送你一件不要了的裙子，好圆了妹妹你丢人的梦。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让他求你？不就是一件衣服？你看，这个怎么样？这是顶级设计师妹的高定遗作，他凭什么？喜欢吗？确实不错，毕竟这可是我身为妹时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最佳作品。告诉林路威，敢在我之后上台，我会让他一个音都弹不出来。蓦然有一位小姐，他是铁了心要毁掉陆威的演奏会，不行，我必须替他支开那块墙。妈，
长老说在会议厅里详谈，要不去一下？那我现在去。穆先生，等会儿上台要演出的，这学艺不精，琴技更是不堪入耳，还是别让他污了您的耳。不如我们换个地方，聊聊我女儿是怎么救了您吧。毕竟这孩子从小就懂事，什么也不跟我们说，我们做父母的就难免担心。真是难得的孝心呐！但令千金的医术高超，就连我手下都夸他比帝都的那些老头子强好多。不知道这样一双巧手，待会儿能够弹出怎样的曲子，真是令人期待呀！医术？什么曲子呀？我女儿刚才不是已经上台演奏过了吗？谁？林子金？这怎么可能？穆先生，您怕是认错人了。我这个不成器的养女哪懂什么医术啊，更别提救人了。所以你是说，我穆鹤清老眼昏花到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认不清吗？不是这个意思。哼，也不知道尹子金那丫头用了什么土方唬骗穆鹤清。这要是晚些出了事，岂不是又要连累严家？这个不孝女就不能让我省省心吗？哎，你们看，那尹子金身上穿的，该不会是顶级设计师妹的高定遗作吧？啊，是，我在百科上见到过，就是这件。听说一直被博物馆收藏着，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接来的。那女人不是说会毁了尹子金的礼服吗？怎么还能让这女人穿上有价无市的高定？姑姑，是夫家那纨绔被小贱人勾了魂，才借来了这条裙子。如此败家，想必夫家之后定会跟他们秋后算账。姑姑与其现在生气，不如好好休息休息，为之后的日与月养精蓄锐。也是，像尹子金那样的废物，就算让他上台，他也弹不出好来，说不定啊，还会害得我也没时间弹。哇，好美啊！她光坐在那儿，我都觉得自己能看好久啊。又不是时装秀，礼服那么贵有什么用啊？要是她弹一首《欢乐颂》，你们就都老实了。是啊，就算她救了穆鹤清，打扮的再好又怎样？这可是演奏会，尹子金比不上林月轩，不懂礼数，不会弹琴。他就只有丢我们赢家脸面的份儿。怎么能这么好听啊？不对，这调子是日与月，维拉霍尔的日与月。能够将日与月弹奏如此完美，他就像是维拉霍尔本尊音乐之神转世啊！小丫头，你们刚刚说的那个日与月维拉霍尔是谁？这名字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不是吧？连这都不知道？老太太，你个眼盲耳聋的，还听什么演奏会？就赢陆威，他吹自己要弹日与月，这尹子京不仅弹了，还堪称完美。什么？这个小贱人居然弹了陆威的曲子，他怎么能抢他姑姑的风头呢？什么声音啊？都在叫唤什么啊？该不会是姑姑您的粉丝已经不满到要把尹子金赶出会场了吧？那我就去看看这场热闹。日与月是谁在弹？怎么是他？他什么时候会弹钢琴的？
小金，我知道你刚刚从孤儿院回来，没有什么基础，可你怎么连多都不清？像你这样的人，真是浪费我的时间。等你什么时候找到多了再说吧。别啊，姑姑，就妹妹这蠢样，真的会一辈子都找不到的。那正好，不用教这个蠢货，一股子穷酸，难闻死。走，陪我去逛街。对，林子金他就是个废物，他怎么可能有如此高的完成度？他一定是偷了音频，播放作假。给我关掉音频！我说给我关掉音频！你是聋了吗？滚开！卢薇小姐，不行！你给我滚开！他殷子金敢用音频假谈，我就敢拆穿他的把戏。想破坏他的演奏，做梦！可我已经拔了音源，没了音频，我看他会怎么惨！这怎么可能？没有音频，自己怎么还能弹得这么好？还不去把陆薇小姐扶起来？这么好的演奏，不听岂不是浪费了？是。不可能，不可能！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我才不要听他弹琴！放开我！这可由不得你。陆薇小姐真不愧是护城第一名媛，也只有她能从各个方面都能配得上你。可惜，若小姐没有什么血友病，你也不必帮她将尹子金这个烂名声的臭丫头找回赢家。无所谓，只要联姻之后，赢陆薇就能以赢家主坐稳江家家主的位置，多宠她几回又如何？三爷，您听，陆薇小姐的水平又提高了。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曲子。是啊，只有这样，才配做我江墨远的妻子。走。弹得真好。怎么会是他？太精彩了！想不到我一生中啊，还能够听到这么高难度的世界名曲被这样重新的演奏出来。好，好，好。谢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今天应该是金小姐的姑姑陆薇的演奏会，是吧？之前听你介绍，陆薇小姐教过金小姐，那想必稍后的演奏一定会比自己的学生更出色吧？看来大家也很期待陆薇小姐的演奏。我不去，我不去。就这水平，还好意思说叫人呢？真是个废物，连这都弹不好，还打着薇拉的旗号，你配吗？这简直就是侮辱了钢琴！滚下去！滚下去！滚下去！退票！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以前的计划好。给我关掉音！你是聋了吗？滚开！陆薇小姐，不行！你给我滚开！ 기억해 우리 처음 만난 날拔线是什么操作？极度疯魔了？就这还名媛？我看指定颠簸女鬼啊！今日我就该再谈心，像那天一样，
直接断了紫金下来的念想，也不至于让人家丢这么大的脸。亏我还把银露薇当女神，真是恶心！走，停了，不吃了，真是恶气。你是故意的，对吗？果然，我说你怎么会那么轻易答应我？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看来今夜便是我与赢家缘断时。早知当初，我就不该利用江慕远将这个女人接回来当我的血包。现在外面肯定到处都是我的新闻，我该怎么办？对，我还有和莫远的婚约，只要我成了江家主母，就没人敢再笑话我一句。莫远，露薇小姐，真丢人。莫远，露薇小姐，您现在和三爷还只是订婚关系，请您注意场合。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你知道我的，是殷子金，他陷害我，设计我，才让我被这么多人误会。早知道他是魏不熟的白眼狼，我就应该听你的，早早把他送走。没事吧？这是什么？这是8岁时的尹露薇，以及尚在襁褓中年仅1岁的尹子金。傅少该不会想说，故意遗弃尹子金小姐是尹我？你胡说什么？大嫂，难道连你也要误会我？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照片到底怎么回事？18年前你才8岁呀！而你的小侄女才多大，还不到1岁，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啊？把你的血亲偷走扔掉，你对得起我和你大哥吗？所以，尹子金并不是林家收养的养女，而是被故意遗弃的真姐姐。你对得起我和你大哥吗？谁说这张照片就一定是真的？哼，想我赢家怎么也算是沪上有名有姓，当年连我们都没找到的证据，又岂会让你一个纨绔轻易查到的？我看这照片是为了讨这个丫头的欢心，故意伪造的吧？对，这个照片是假的，可傅家没有理由这么做。钟曼华，你可别忘，你是我赢家的儿媳，理应要维护好我赢家的颜面。更何况小轩还在这儿，我绝不能让妈妈因此对尹子金产生愧疚，影响了我在赢家的地位。妈，小轩，是身为尹夫人，我怎么能让这么一桩不明真假的丑闻毁了赢家的声誉？再影响到小轩的婚配，就更不好了。对，我婆婆说的没错，这个照片是假的。18年前，我赢家确实丢了大小姐，但很快我们就把小轩接回来。而尹子金只是我们赢家领养的女儿，怎么可能出现在照片上，成为被遗弃的对象？很好，原来这一切都是赢家自己的选择。为了所谓的名誉，不惜指鹿为马，也要掩盖尹露薇丢弃自己亲侄女的丑闻，断绝亲缘。这就是还让我抱有期待的母亲，尹子金。钟曼华，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你就没有什么想要对尹子金说的，哪怕只是对不起3个字。对不起？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我收养你，只要你不作妖，你就和小轩一样，还是我们赢家的千金，吃穿用度怎么也不会亏待你，怎么会亏欠你？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这是尹子金最后的一丝灵魂回来了，养我，从一开始就是你们不顾我的想法，强奸我的户口，
拿走我的身份证，把我接回赢家，却让我这一年活得连条狗都不如。吃是你们生的，穿是你们弃的，何来敢一说？也是你们让我给银路威献血，把我当活体血库，却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抽血太多也会死。甚至在去年某个宴会上，赢夫人为了不让我出去丢人，给了我一杯下满了安眠药的果汁。你们还真是用心良苦。你怎么知道？你明明已经把杯子清理干净，也清理了其他痕迹，可是就是那么巧，我全都看见了。通过反光，子金，喝了它，等会儿去宴会就不紧张了。谢谢妈妈。